众所周知，荒野求生其实是一个美食节目，而这次被贝爷盯上的小可怜是一只兔子。等移动到足够近时，一记闷棍果断飙了出去。那么你们认为兔子怎么烹饪才好吃呢？本期贝爷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内达华山脉，这次他要玩个大的，仅仅只带了一个水壶和一块打火石，就从飞机上跳了下去。随着高度越来越低，贝爷在一个湖泊中降落了，衣服也全部湿透。原本按照贝爷的性子，肯定二话不说穿着湿衣服继续赶路，但这可是在高海拔的山上，如果一直穿着湿衣服会让人的体温越来越低，严重时还会造成死亡。他只好先脱下湿衣服放在石头上晾干，等到衣服晾干后，贝爷便朝着西方前进。此时距离天黑还有6个小时，必须要赶在这段时间内下山，不然夜幕降临，即使不被猛兽吃掉，也会冻死在这高海拔的山上。可还没等他蹦跶2步，前方就出现了一个100多米高的悬崖，如果想要绕开这个悬崖，可能要多花费几个小时。很显然贝爷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只能硬着头皮往下爬，在没有绳子和现代攀岩装备的辅助时，要尽量依靠手脚贴附在崖壁上面。没过一会，贝爷似乎是找到了窍门，他还是以滑滑梯的速度向下滑去。等安全的从悬崖上下来后，他来到了林木县，紧接着一条溪流出现在了眼前。溪流连接着大河，是逃离困境的关键，所以贝爷决定搭建一个木筏顺流而下。这次他搭建木筏的方法是学自当地的莫诺印第安人，可以快速地将浮木搭建出稳固的结构，并且所需的材料随处可见。像这种生长在溪流边的葡萄藤就可以当做绳子使用，同时葡萄叶里还富含维生素，是不错的求生食物。吃了一些后，贝爷把葡萄藤拿到河边，然后将其掰弯，紧紧地缠绕在浮木上。很快，一个简易的木筏就被搭建出来了。但接下来真的能像贝爷想象中那么顺利吗？此刻他还在沾沾自喜，前进的速度很快，但很快就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了。由于河流越来越湍急，贝爷根本无法控制前进的方向，木筏只能随着水流四处漂泊。就这样，在不知所措中前进了好几公里，最终在一个大浪后，木筏被水流卷走而宣告下线。落入水中的贝爷也找到了机会爬上岸边的岩石。夜晚，他找了一处山洞生起火堆，然后饿着肚子就睡了过去。第二天起来，贝爷就盘算着自己的早餐要吃点什么，毕竟他已经饿了很久。在喝完富含维生素的松叶早茶后，就开始一边前进一边寻找食物。结果刨了半天的树坑，连个虫子都没找到。就在绝望之时，几匹正在用餐的野马出现在了视线中。贝爷狂喜，这样能驯服1匹，岂不是就能直接通关了？说干就干，他先利用藤条火速编织出了一条套马缰绳，然后薅起一把野草就走向了马儿。野草可以让马儿放松警惕，同时贝爷还趁机不断地抚摸着马儿的肩膀，这可以增进感情。在确认马儿并不社恐后，贝爷立马将缰绳套在他的脖子上，接着一跃而起，打算骑上马背。贝爷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看来想要驯服1匹野马也不是那么简单。交通工具没搞到，现在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脚走出这里了。当进入一片树林后，贝爷想要利用这棵枯死的冷杉搭建一个庇护所，决定今晚就在这里过夜。不得不说，搭建庇护所是贝爷的强项，没一会的功夫，3角棚庇护所就搭建完成了。会享受生活的贝爷还特地将木棚的门放在了一大早就能晒到太阳的地方。果然，无论是在精致的房子里，还是在荒郊野外，生活的仪式感都不能丢。解决好住宿问题，他又把心思放在了吃饭上。接下来他要做一件大事。众所周知，荒野求生其实是个美食节目，而这次被贝爷盯上的小可怜是一只兔子。他一边想着肥美的烤兔，一边匍匐前进。等到和兔子缩短到足够近的距离时，贝爷果断出手，一记闷棍飙了出去。可怜的兔子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敲懵了。等回到营地，贝爷便开始生火。由于没有打火石，他选择了钻木取火。经过长时间的摩擦，最终成功点燃了引火物。随着夜幕降临，香喷喷的烤兔肉也就好了。贝爷也顾不得烫不烫嘴，直接上去就是一大口。这烤兔肉肥美而紧实，着实是安慰了他这2天受伤的心灵。吃饱喝足后，贝爷又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他通过北极星的指示，用树枝在地面做好了方向记号。第二天一早，贝爷又踏上了回家的旅途。而此刻他脚下所处的土地，正是内达华山脉中最危险的地方。这里到处都是枯木和灌木丛，不仅环境复杂，还有大量的毒蛇生活在这片区域。贝爷走得十分缓慢，他倒不是有多害怕毒蛇，而是突如其来的高温让他浑身乏力，此刻只想喝点水坐下来休息。没想到这个想法刚刚冒出就成了真。贝爷在前方看到了一个湖泊，看到湖泊的那一刻，他仿佛又充满了力气，一个加速就冲了过去，然后把头埋进水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头。等起身观察四周环境时，惊喜再次出现，原来在湖泊的对岸是一条公路。归心似箭的贝爷立刻脱下裤子，在裤腿打上结，然后抱着这个简易的救生圈就下了水。一顿操作后，终于游上了岸。至此，这场征服内达华山脉的旅途正式结束。贝爷也迈起轻松的脚步，踏上了回家的路途。